我们欢迎他们回到舞台之上。我们是肉食动物啊，新人肉食动物。爷青回，从大学的时候就看他们俩去单立人比赛的那个视频，那还在那小屋里呢，那俩人就非常的幽默。我个人啊，觉着国内做漫才也非常厉害，也能非常好笑。我觉得就是看肉食动物。我没有想到他们还愿意回到喜剧的舞台上来比赛，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非常的头部了。感觉他们就像那种扫地僧一样，话也不多，但是他们一上台就会狂轰乱炸。肉食动物，老新人了，3年之期已到，恭迎肉食归位。大家好，我是大木。大家好，我是晃晃。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晃晃呀，哦，这里应该就是旅途的终点了吧？就让我们用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那句话来收尾吧。大家好，我是大木。大家好，我是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之前其实就已经有过这种状态了。之前其实挺多人记得我们组合名字肉食动物，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有人叫肉食兄弟。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嘛，还是需要一些附件。我们来了，掌声有请肉食动物。哎，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哎，确实好久不见。哎，对，我们休息了一阵子。是的。趁着休息这段时间呢，我减了个肥。哎，跟大家说你瘦了多少？我瘦了60多斤。对。怎么做到的？就打网球啊。对，你看我这都晒黑了，你看。哎，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打网球，戴帽子，以至于，哎，他现在很像一个剥了一半的鸡蛋。不是，当时啊，就是妄图防晒了。这么草率啊？对，因为你看现在我打网球嘛，所以我就想演那个漫画啊，网球王子。可以啊，我演王子啊。我演网球是吗？看起来弹性很棒的样子。不，我当然是想演里面的主角。不要总是你想演，其实我有我想演的。哦，你有想演的？当然了，那我可以陪你演。我想演武侠。可以啊，没问题。我要演一个一代宗师。哦，那我呢？徒弟，拜师学艺。我来给你拜师，没问题。前辈，在下乡拜入师门。哦，当真要加入我们金拱门？我做汉堡来了，看起来蛮适合的。古代门派。当真要加入我们东厂？改做太监了是吗？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我这以后没法改行了。也不一，名门正派，好吧？当真要加入我们六扇门？哦，朝廷的衙门。欲练此功，必先没必要。考功。这个是得考，师傅。但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对，有没有那种不用自宫也不用考功的啊？当真要加入我们八卦门？哎，八卦门可以，八卦门可以。富航去年那事儿你听说过？哪个八卦呀？他那个，这玩意儿谁都会。不是你正经点的门派。当真要加入我们逍遥门？哎，逍遥门听起来就很厉害。哎，此言非虚，本门在江湖上那也是翻手云，覆手饵。覆手雨，整什么再见爱人呐？哎，加入本门有门槛啊。我来问你，你可有项羽的气魄？没有。那你可有孔明的才智？也没有。那你可有上海的户口？那更没有。那孔明和项羽他也没有。不是你要加入，你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你有啥？我有钱。加入了。不，师傅你这也太草率了吧？哎，以后你就是我们逍遥门的人了。哦，好。为师送你个外号。哦，还有外号。以后你就叫逍遥子。哎，这个名字不错，师傅。那您叫逍遥父。当我爹呀？你误会了啊！你那个紫啊是紫色的紫，我们门派是按颜色分的。不是你忽悠谁呢？那其他人叫什么呀？比如你大师姐啊，叫逍遥子子。师傅少刷点短视频好不好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真是。逍遥子，哎，为父送你个礼。为师送你个礼物。哦，还有礼物。送你批坐骑。哎，可以啊。听没听过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赤兔，吕布。吕布啊，有骑吕布的吗？你傻呀？你骑吕布，你就是人上人啊！那我骑赤兔，我还夯爆了呢。你这体格，你骑赤兔，赤兔不拉完了吗？那我也不要吕布。不是师傅，你得送我点有用的东西，有用的。来，为师送你一粒丹药。哎，丹药可以。行走江湖难免跌打损伤，这个药可以治你周身伤痛啊。哦，这是为师用不精草、洛神花、分心木炼成的。哦，这是布洛芬。很有用。布洛芬是中成药是吗？饭后吃，不要喝酒。别，师傅，我这体格我不需要。对啊，哎，你这体格你需要司美格鲁肽啊。我打完了，打过了吗？打过了，反弹了？没反弹啊，这挺好的，师傅。不是师傅，你呀，得教我几招武功，好吧？为师教你3招。哎，3招可以。第一招铁布衫，铁布衫可以。亲，看这个匕首了吗？哎，叮叮叮。嗯，铁布衫2个字的秘诀。嗯，自信。自信。来，让为师看看你的自信。叮，哇，这么自信。那当然了，师傅。你刚说你瘦了60斤，我看他们那个反应是完全没看出来呀。哦，怎么样，师傅？现在外面人都看 Sketch， 没人看漫才了。叮，你吐槽不如吕岩。叮。师傅，我练成了吧？哦，我告诉你，我现在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哎，那你以后就没法打司美格鲁肽了。师傅练不了这个，好吧？换一个。那教你第2招，换一个。空手接白刃，这个可以。行，来用这把刀劈为师。我来了，师傅。嘿，哎，接到了，师傅。空手接白刃2个字秘诀啊，努力。努力。来，让为师看看你够不够努力。来吧，师傅。噗呲。不是师傅，你怎么改捅了呢？努力的方向不对。哦，要全方位努力。来吧，师傅。嘿，接到了，师傅。你看，亲，噗呲。不，师傅，你怎么2把刀啊？加倍努力。不是，我有2把刀，你也接不住啊。小乔为师，来，我来了，师傅。铁布衫，叮叮。不是空手接白刃吗？为师会铁布衫，学什么接白刃啊？不是，那这跟努力有什么关系啊？选择大于努力。你这玩意儿我练不了。愚钝。那教你第3招。第3招，暗器。暗器可以。暗器2个字秘诀。情商。情商。为师这把飞刀。第1排中间这位小哥哥，对，就是您少侠。为师飞他一刀。飞中了，他会大喊一声啊秀。你看。师傅，这练的是他的情商吧？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不是你这玩意儿我来我也行啊。你来。最边上这小哥哥，就穿白衣服这个少侠，我手里有把飞刀，我飞他，他也会啊一声秀。哎，看为师的秀。你看。师傅，你说他是有情商还是没情商呢？这个少侠在他们门派高低是个总监啊。我知道了，师傅，选人的问题。你是这么觉得的吗？你选择他就可以。哇塞，那我给你挑一个。好，随便吧，就这位。好，你飞他，你飞中了，他倒背一首《蜀道难》。倒背。你来，师傅，你来。小乔为师，看好了。秀丁啊，你会铁布衫啊？好自信啊！还是你情商高啊？那看不是，他凭什么会铁布衫啊？你大师姐逍遥子子。谢谢大家。喜欢肉食阶段漫才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3、2、1，请锁票。掌声再给肉食动物。
紧张吗？紧张吗？紧张，真紧张。我还好，我还好。还是你嘴硬啊？你刚在外面忘词儿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反正演完了。还是那个味道。我是肉食动物的，能算是铁杆粉丝，因为他们之前在节目上参加比赛的，不能说100%段落，大概70%、80%的，我当时可以倒背如流。哦，那你当时飞他，马上就。对，你应该飞我呀，我是他们大师姐。作为一个老粉丝，我还有一些段落能够记得，其中有一段他们俩就是点外卖嘛，然后晃晃说：“哎。”我要一份烤鸭。听你这个声音，一份烤鸭应该不够吃。这你也能够听得出来。还有什么？我们这儿有佛跳墙哦，都有什么？我们有如来佛跳墙、弥勒佛跳墙，这么具体吗？哦，还有仿佛跳墙。什么叫仿佛跳墙？就是仿佛又跳又仿佛不跳的样子。我的天哪！感谢。非常感动，此刻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欢迎你们回来。谢谢。这应该说出了小马老师的心声，是吧？最后的时候，我就说跟着卢玉姐一块说，其实都记得。然后咱俩下次演一段模仿他们俩肉食动物。哎，我觉得你们俩组一对肯定是 OK 的啊！真的，这太逗了，这太好了。来吧，来。现在吗？这得练，我们俩练。有点期待了。对，我们在第3期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节目。那你呢？我就给鼓掌啊！我就在下面给你配个噗吧。我今天看到你们，就像刚才卢玉姐之前说，脱口秀开始，感觉这个夏天才真正开始。然后看到你们俩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肉食动物回来，漫才回来，感觉脱口秀才完整。好，谢谢，真的很开心见到你们。谢谢。因为我确实是第一次实打实的坐在这儿看您表演，然后我也特能够理解您2位这个上台之前这种紧张心情，因为离开舞台很久之后啊，站在台上他就尤其登场之前的那个状态，他是既兴奋他也紧张，但只要站在舞台上拥抱观众，你就会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是的。所以我就有2位这么铁杆的粉丝，我希望他们带我，我是新粉丝啊，我是新人啊，哎，在这个咱们节目的后期，我能越来越了解您2位。好，感谢。对，感谢。我是之前就听说过这个漫才的，算 OG 了吧，是元老了，应该是。我觉得他们在享受舞台，纯享受舞台，因为在舞台上的这个节奏，纯2个人的这个节奏，一个是长时间的默契配合，另外一个就是自信，包括跟这个玩弄观众。不是，对，因为你太知道那个节奏该怎么做，以及观众的回馈了。我应该说，在国内看到的真的是就是很完整的、很好的、很标准的这种漫才，因为漫才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想把它弄好，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对，因为其实我们最后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很紧张。对，因为我们不知道观众会是什么反应。你刚刚说不紧张？不是，就是最后这一块的时候，因为有一些 backup。对，我们是有大概5个方案。对，他不啊，对，来回这种。然后，所以说你根据他们随时变的。对，我们甚至还遇到过，我飞出去，那个人躲了一下。包括这一次也是，我们不知道台下观众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就觉得说，那如果要出了其他状况，那就死在台上啊。你来，开玩笑。能看得出来，我们漫才演员的这个舞台塑造、表演能力也挺强。他俩也演过电影，我向您诚挚推荐啊！年会不能停，年会不能停里边。对，演了2个非常奸诈的反派的这个领导和他的小弟。这次为什么决定要挑战国仔和雪琴呢？就是好久没见了，我们上节目第一次就是跟国仔同台。对，我们把他给拉下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仿佛跳墙，仿佛没跳墙，就是打赢我和张博洋的段子。弹幕在台上，仿佛要跳，又仿佛没有要跳的样子。博洋在底下，我们仿佛是要走。他俩可能就打习惯了，就是不打有点。对，一听说有建国，我们就那得挑了，得来呀。很久不见了，我们当年脱4吧，对，脱4，然后这么久，然后回来见到建国，就觉得再来一把呀。可不嘛，好久没在漫台舞台上加油，我刚才看的都缺氧。
还是姥姥读信怎么还读串行啊？那我得谢谢国仔跟雪琴，他俩要不来，你俩该挑战主持人了。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因为是国仔和雪琴演的时候出一个小小的失误，读信没看清楚，然后安全出口演的时候麦掉在地上。肉食在演的时候，他们天然就知道最后的表演会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不确定性，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组合，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舞台经验，3组人都特别好的把这些事情完全的包在了自己的表演里，甚至为自己的表演加分，就让观众也特别舒服。我就觉得这个是今天如果说喜剧之神降临这个舞台时候让我最觉得降临的时刻。谢谢你们3个。我以为你这意思是多一个人就是添乱来的呢，就是他一人本来没事儿啊。那还是得有个结果呀。魔王挑战赛，我们先看看2位魔王建国、雪琴的得票情况吧，请看大屏幕。我感觉都能进，但是不一定能赢。206。那我们把安全出口请到舞台中央，和肉食站在一起。206是一个挺高的分数，但是刚刚2组的表演让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他们也都拿到了气氛组的满票4票。观众给出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好紧张，帮他们紧张。我感觉都不会低。我能说吗？我能说吗？告诉他俩呗。就因为我们这个稿子，他俩还帮忙了，昨天还调我俩表演了。我说那你们明天演，他说就挑战你俩。我就一直在等比分出来才能说，因为俩大哥，我们铁哥们儿，然后呢，他知道我要演慢才，主动找过来。国仔多年没演慢才了，你还能行吗？帮帮你们，帮我改了2天。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把他打败了，我就真不知道我该。得亏他俩赢了，我才能说给你送金牌，是不是？等一下，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3组的演出都非常优秀。这个时候按照规则，安全出口还是要去待定区，但是我们让他们享受一轮观众的掌声，好不好？请安全出口暂时前往待定区，真的也很棒。往哪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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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边不是路，不要装傻了，快！这儿是吗？啊，那边那头。那我们恭喜肉食动物209票，直接晋级，拿到1块复活金牌，请国仔、雪琴为他们送上这块金牌。哎呦！欢迎回来！好，谢谢。欢迎肉食动物回来，也期待你们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请前往晋级区。也谢谢国仔和雪琴。一个慢才的魔王，然后有2组慢才来挑战，这件事情是之前在任何一个节目上没有发生过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意义更重要一些吧。而且其实建国也一直在，对慢才，我觉得是会有一些推动的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菜，他是大队长，我们是安全出口。我是郝方舟，我是赵小凡，我们是古语，我是大漠，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嗷，这是他们之前登场动作，好羞耻。对嗷，19年跟20年的时候。您那次讲课都跟我们说了，想一个上场动作，当时是这样。这就是你们想出来的上场动作。我当时写慢才，刚开始做慢才就是看了他们的演出，然后从他们身上学了一个大概的创作思维，就是一个中文慢才大概是应该怎么做。在舞台上要有一个演员的样子，这个是肉食做的最好，有范儿。他们俩往那儿一站，你就知道他们2个是演员，站在台上定住，不要到处晃，不要晃。
我不知道我这个统计准不准啊，我可能也是听说了，就是当时托4之后，大概有个300对儿，大大小小300吧，300对漫才吧，现在估计可能50对。那不至于，应该100多，100吧，100多一点吧。对对对，感觉上，对，就是真的大家就不玩了。希望这次有3组漫才站在舞台上演，可以让更多想要讲漫才的人更有信心吧。让漫才再次伟大，太大了，哇塞，目标太大了，再次伟大吗？上次是什么时候？可能奖金又补一条。今年的目标是让漫才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里。一直也没走过吧？这个好。哦，原来一直没有吗？在不，肉食动物在的时候有。别，漫才一直在观众的余光中，余光中啊。扣分好。乡愁，意大利乡愁。意大利乡愁来，下一个问题。那我们演出继续，比赛也继续。接下来的这位演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去年他就解锁了一套这个新皮肤，而今年他又有了新变化。掌声有请南瓜。好，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啊。好，谢谢。还记得吗？记得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自己减肥，减了60斤啊，能看出来已经反弹了。因为我发现我的颜值呀，它不是胖瘦的问题啊。去年减完肥上节目，哇，弹幕上说的都是哇，南瓜瘦下来好帅呀。接下来后面就有几百条说吃点好的吧。吃点好的吧，我还以为是他们担心我减肥吃的不好，我还回复呢，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然后反应过来是骂我的，因为骂我的太多了，他们说你在节目上也太油腻了吧，在节目上还撩腹肌搞擦边，你这么油腻你不知道吗？说实话，节目播出之前我真不知道，节目播出之前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夸我帅来着，感觉被他们做局了。我现在也觉得去年是有一点过于自信了。我以前对自己这个长相是没有任何的认知跟在意过的。是有一次最早录节目现场有个演员，他讲着，他突然说：“呀，那些脱口秀演员都是一帮丑东西啊！”你们脑子可能也浮现出一些面孔。我们当时都笑了，我们觉得他说的对呀，但同时都觉得不是在说自己啊。结果节目播出的时候，镜头切给了我。我是丑东西吗？30年了，没有人给我说过我是丑东西啊！以前朋友们都说我人很好，当时就刺痛了我。去年我觉得要减肥，让你们所有人刮目相看啊！当一个30岁左右又黑又胖的人开始突然减肥自律，周围所有的人都会惊讶的。那2天有朋友见了我，哎呦，南瓜你变帅了，你好帅呀！帅，30年了第一次听到帅。多么美妙，令人产生多巴胺、眩晕的字眼呀！我第一次听到帅，感觉大脑像被激活了一下，那瞬间仿佛像沉闷午后突然洒进窗的阳光，像黑白世界里骤然炸开的烟花。我好开心啊！我真的是帅哥吗？那2天出去，周围的朋友都见了我说：“你帅，南瓜你帅。”我是个骑手呀，我知道那一个商家要全都是好评，那肯定是刷的呀。就是那2天，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医美的广告了，真是越美越推呀。以前我刷到我会觉得呀有点冒犯了，推这个，但那2天刷到我会觉得人呀还是要对自己精益求精啊。我真的花钱去做了医美啊，打了超声炮，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打超声炮的，打的时候可激动，哎呦这不简单，是我打小农村抗衰美容的第1炮呀。去年参加节目化了1个多小时大浓妆。那演员见了我，哎呦，这还是南瓜吗？这不是青春男大吗？只有刘仁成见了我，南瓜，你只是瘦了，你不是帅了哈。我当时心想，哎呀，其他人不说，就你说，你就是嫉妒我。当时化完妆一到现场，200多观众看到我都沸腾啊！这是南瓜，这是南瓜，好帅啊！我当时一看这场面，这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相信我是个帅哥，有点不识抬举了吧？原来我真的是帅哥呀！
帅哥是这个世界上的奢侈品，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带给这个世界美好。我当时心想，这才哪里到哪里呀？给你们看个好的，啪，腹肌就露出来了。当时现场观众吓着捂着脸在那尖叫哈，我还以为他们害羞了，又撩了一次。撩腹肌太可怕了，你知道现场这样突然对着你们撩一下，你们可能还看不到的，但线上是可以暂停的。它是可以回放反复折磨观众的。我们这节目它是录了3次之后才播出的，它不是录一次播一次，它是录一期播一期，那该多好呀！我第一次被骂了，还能来得及悬崖勒马？3次没有任何的反馈，一次比一次油腻。现场的观众也不会提醒我的，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在家里开开心心的等了2个多月，直到节目播出那天，打开了小某书看了一眼，就卸载了。网友说：“你们这节目能不能光别淘汰，能不能把南瓜枪毙了呀？”我妈看完节目给我发来消息：“儿子，你今年是不是鬼上身了？都越看越生气，怎么越骂你还越来劲了？”我今天清醒了，都在骗我，都在骗我。全世界都在骗我，只有刘仁成说了实话。果然，在充满欺骗的世界，只有诚不欺我呀。让我在眼泪中明白一个道理：摧毁一个普通男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所有人不停地夸他帅。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的好话了，因为你不知道轻信别人的好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朋友们，我还是要好好打磨自己，好好写段子逗你们开心。我承诺，以后非必要不再使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笑的话，突然笑算了，因为现在也没有了。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谢谢南瓜。喜欢南瓜今天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南瓜。这能感受到去年影响是挺大哈。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大李音作为当时的这个目击证人之一，我也有责任。这一票算是我向你道歉了啊，没事没事啊，就是我觉得去年啊，你的这个状态一直，它和你是一个游离的状态，就是你的表演状态和你本人，还有就是和你之前第1季给我的那个形象，到这一季才归位了。我觉得真特别好，人有的时候真是别想着去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要去做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你自己就是最棒的。我觉得现在就挺正常，挺舒服的。哎。现在这多好，我觉得比去年帅，真的。好帅！真的，你现在这样特别帅，你适合这种造型，戴个眼镜儿，多可爱，萌萌的。不相信，不相信。那咱们换个人再劝劝，要不？看这情况，确实是今年是回归了，是吧？这内容也是嘛，就看清楚了自己，看清楚了世界的险恶。我刚才拍你那句，正好说和刘润生说你只是瘦了，不是帅了。对，我突然想起来了，里边樱桃说我的一句话，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多帅，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只是年轻而已。我就突然一想，台词儿吗？这是，我就拍了。就是确实是挺有趣的，我相信里边有很多是真实感受。感觉南瓜今天是真说急了，就是全是心声，然后全是一股脑的感觉，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之前真的就是好后悔啊那种感觉，特别的真诚。我也很觉得你现在是这种憨厚的感觉，就是回到你以前的憨厚，然后又是瘦的样子，就真的还挺帅的。你别老否定自己，还是以后好好打磨作品吧。而且纵观3季，其实你这个人物他有变化，他有一个是吧弧光，你像大宅3季都一样，他没变化啊，你有变化。你看你3季人设不一样，特别好。你这种在电影电视剧里才是主角呢，
是真的，是真的。你看，一般都会塑造这样的角色，对你得变化呀。你出来就这样，到结尾还这样，那是反面角色，那是配角，是吧？主角才有变化，真的。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捧杀你啊，是因为你现在你又学好了，所以我们才愿意跟你说这些，是吧？我是觉得你去年所有对于美的追求那些事儿都没有任何问题，自个儿想按自己的想法，我想瘦，我想漂亮，或者我想变壮，那都是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问题。就不撩腹肌就完了嘛，我觉得那是撩腹肌是那个点，其他的我觉得都没错。我能看出来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这一年可能对你有很多折磨跟思考的一件事儿，你能够把它这么深入的写出来，它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听着听着很共情，因为它很真诚，真诚就很动人，而且你节奏太好了，南瓜。我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搞笑跟小丑的，我觉得就是当一个样本，就是来让大家看一看，就引以为戒吧。那我觉得南瓜他挺有进步的吧，相当于你自己之前有个特别强烈的念想，到了以后最后没了，他重新再看这件事的时候，才能重新看到很多角度。所以他这篇的其实角度比之前的写外卖员所有的角度其实都好，他其实是很真诚真挚的。那南瓜这场演完，照例我们会开启挑战，先下手为强。不知道啊，我要站他吗？你摁吧。有没有人会向南瓜发起挑战呢？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向南瓜发起了挑战，那请南瓜先来到我身边的休息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去年就曾经来过这个舞台，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云淡风轻的人，但实际上他的风格属于绵里藏针的那种。我们掌声欢迎黄一锦。谢谢。Hello， 大家，我是黄一锦。去年上节目嘛，然后当时讲了一个50多岁老头追我的段子，啊，当时有一些评论，有人说，我也50多，我也想追他，啊，还有一些人说50多岁怎么了？男人最有魅力的年纪，你去看评论时间，全是早上5点多，不知道咋了，有点和老头杠上了。我前2天录了个播客，播客里有个老头，全程一直在说一个事儿。说凭什么现在所有的节假日都要给女的发红包啊？凭什么动不动给女的转钱，给女的转520、13、14？凭什么？一直在骂这个事儿。我当时第一次录播客，我也很紧张，我就一直面无表情在那儿坐着，我也没说话。这个卡段的视频在抖音上放出来之后，2000多条评论，全在截我面无表情的脸，说这女的破防了。我真有点破防了，跟我有啥关系？他们开始莫名其妙分析我的面相，说这女的肯定没少管男的要钱。天地良心，我管我爸要点钱都费劲。高一有一天，我爸跟我妈说：“黄一，你这孩子太能花钱，给他100块钱，2天就剩90多了。”我说这怎么算能花钱呢？我这顶多算能破开钱。但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一方面是骂我的人有点太多了，还有一个是我感觉骂我那些人啊，他有一点太下沉了。我感觉他们是全中国光脚的不怕穿鞋，里面脚最脏。他们骂我就算了，他们骂我的时候用的是手写输入法。有个人给我评论说，这女的脑子里就只有线。还有人说啊，这个女的现在怎么不笑了？是不是老头说中了不敢笑了？我心想，我说我不笑是因为老头说的不好笑，那我能怎么办？不好笑硬笑，你到时候该说我勾引老头了。就是我真的在想，面对这种发言，我得怎么才能不挨骂呀？我得怎么能显得我不是一个拜金女啊？我当场给老头转13、14，那我倒不是拜金了啊，我是拜登。还有一种评论，最多的一种，说我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拜金女，但我觉得伤害不到我，因为我觉得现在你骂一个女的看起来是拜金女啊，等于夸她是一个美女，对吧？
我现在觉得那种很多攻击女生的词啊，如果别人骂你看起来就是的话，全是好词儿。网红脸，漂亮，绿茶，聪明漂亮，拜金女，聪明漂亮还有钱，可以说是一种祝福了。可以。再说这个事儿也不公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拜金男吗？肯定也有，对吧？肯定也存在有钱女生给男的转账，但为啥大家不知道呢？因为这些男的从来都不晒转账，他们不懂感恩。我也不是拜金啊，但我挺想看起来拜金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之前有一个人对我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是每天半夜用微信拍一拍我。我也不是说你非得花多少钱才能追到我，但你想追到我，不能光拍我吧？啊，拿我当啥了？拍立得。但这也不是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骚扰，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写稿，一个男的进来，非要加我微信，我说不好意思，不加了。他说加一个嘛，加一个嘛。他也没有别的技巧了，就纯靠默契。我正手足无措，不知道说啥呢，他终于改词儿了。他说加一个嘛，我是上海人。你是哪里人？我敏锐地意识到今天地域歧视可以救我一命。我第一次那么自信地说啊，我说我是东北人。他接下来说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说，东北人也没关系。什么叫东北人也没关系呢？啊，我用你原谅我。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怎么能躲开这些人的骚扰？怎么能让这些见人下菜碟的人看到我就望而生畏？其实就是看起来拜金一点。因为我之前刷短视频，我刷到一个男的说，如果你认识一个女生穿金戴银，你就要离她远一点，因为这种女生养不起。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老人说的对，黄金确实能辟邪。我如果真的平时珠光宝气是吧，穿什么 Prada、LV， 他绝对不敢半夜拍一拍我。他看到我只会想，这个女的肯定是傍上大款了，从此离我离得远远的，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现在觉得奢侈品才是女生的护身符。我现在看什么 LV、爱马仕，我心想这就是静安寺。你说女生求平安，到底是静安寺法力更强呢，还是静安嘉里中心？但是我觉得买不起这些女生，你也不用太担心。我前一阵还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的说，如果你带一个女生去了麦当劳，而她点了安格斯厚牛堡，那她就是拜金女了。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了拜金女的门槛。你过去还得买包，现在只需要买汉堡包。当代最大拜金女是刘仁成。你现在说实话，当拜金女也太容易了，是吧？汉堡、车厘子、海底捞，8个瑞士卷儿，都能当上了。过去的拜金女心机、虚荣、唯利是图，现在的拜金女馋。但我觉得得谢谢这些人，把我护身符的价格给打下来了。讲到这儿吧，谢谢。谢谢黄一锦，喜欢黄一锦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每次都能选一个我也不能说他特别细小，但是我觉得挺奇绝的一个角度。是，这不赶上这事儿了吗？我也不想碰上这事儿。我去年就对你印象很深刻，就是你说那个老头刷你朋友圈给你点赞那个，是，而你就是云淡风轻的说，但是我觉得有些这观点呀，或者你输出东西，我都觉得娓娓道来，然后又会觉得有一些绵里藏针的感觉。谢谢谢谢。一锦一直是很敢去触碰一些很尖锐的话题，但你这次很巧妙，他用讽刺的手法，其实是要打破各种刻板印象，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而且是完全生活当中真实的事件，很匪夷所思。
就你说的那个播客，是你真的去看到那些当时评论就是这样子的？我看了，我是偶然刷到的，然后就底下全是什么这女的拜金女，这女的破防了什么的一大堆。你有去回复他们当时？我没，我也回不过来呀，这个太气人了。没招。我觉得讲这个也是说，这个标准如果越来越低，那就再自证已经没有意义了，不如换一个角度，是吧？用魔法打败魔法。用魔法打败魔法，记住了。对，那你说的加一个吧，加一个吧，加，然后没有别的任何招数，加一个吧，加一个吧，加一个吧，这就在那儿磨叽，就一直在那儿磨叽。妈呀，这个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是吧？我以为你说你学到了。哦，我也学到魔法了。我是天津人也没关系，我们不这样。没太弄明白，这净给我们男同胞丢人，这是。没有这样的人只代表他自己。啊，是呢，对啊，只代表自己啊。所有的人都只代表他自己。因为我们很少换一个角度，在女性的那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只是觉得，哎，这事儿本身挺奇特、挺好玩，然后挺有意思、挺讽刺，但是从来没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那个角度上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说就在这过程中，我也不知道有些地方是说的很轻巧，说的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可能作为女性自己去感受的时候，那个角度跟那个感受是完全是不同的。那作为50岁男性，你有被冒犯到的感觉吗？他问你爸爸，你爸爸是怎么说的？啊，我爸怡然自得。过了那岁数了呢。成嘞，那要等所有的朋友演完，我们再公布这一轮的结果。请一锦先来到休息区。黄一锦是我私下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黄一锦也是在自己坚持自己的风格，讲一些平常我们很难听到的话题。就是我今天讲的这篇，我觉得称不上刻板印象，这个就是能体现一点人性吧，我觉得挺有意思。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写社会话题也好，你是写怪人怪事也好，人性是永恒好笑的。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黄一锦，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我是觉着他做的一些行为里体现的人性是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丑恶的呀，有小心思的呀，有小心眼儿的呀，或者说是什么骂什么拜金啊，我觉得这都是人性的一种体现。我只是给他展示出来。下一位，我们掌声有请卡卡。大家好，我是卡卡。今天的形式不太一样啊，今天是以这个读诗的形式。轻轻的，我来到了理发店，门上写着免费理发和招学徒，我便免费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意识到别人为什么要在招学徒的时候免费理发。剪到一半，我意识到他是学徒。出于礼貌，我问他：“你是学徒还是店长呀？”他说：“我是来装路由器的。”我说：“这个头发你能再帮我修一下吗？”他说：“修一下可能没时间了，只能帮忙吹一下。”我说：“也行。”他说：“你的侧脸有点像张凌赫。”我说：“谢谢。”他说：“吹完了。”讲到这儿，谢谢你们，我是卡卡，拜拜。谢谢卡卡。那3位这个PK 要有个结果，我们请南瓜和一锦也回到舞台中央。3位气氛组的得票情况是这样，那观众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恭喜黄一锦拿到这个晋级名额，南瓜168票，卡卡133。根据规则，很遗憾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谢谢2位。我们也掌声给黄一锦，直接晋级。比赛继续，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也是很多人的老朋友了。如果你是上海的朋友，会对他更加的熟悉。已经猜到是谁了，对不对？沪上知名打工人嘴替，掌声欢迎门枪。大家好，我叫门枪，又来了。好听点是3年级生啊，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叫3朝元老，搞得我很老。又来了，又是脱口秀的夏天，讲单口喜剧太快乐了。我只能想到我最近一次很高兴是我去苏州
演了我的新专场有出息，然后讲的是上海话，大家也能接受在单口舞台上有这样不一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挺开心的嘛。那今年我希望就是还是一个特别崭新的，像一个新人的心态来参加这个比赛，也想向大家展示一些不一样的我。大家好，我是门敲，特别高兴。去年我从奉贤搬到了徐汇，租的。确切的说，这种变化对我来讲，就是从郊区搬到了上海。哎，我刚到市中心的时候，我很拘谨，我很怕自己不懂这里的规矩，因为我感觉在市中心大家都很讲礼貌。尤其是满大街那些标语都在提醒着我讲礼貌。你们看到过那些标语吗？满大街都是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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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ner， 太讲礼貌了。在市区连野人都要叫先生。上次我在 manner 里面遇到了一个爷叔，他没有任何一丝丝的 manner， 他看到我就说：“哎呦，门枪是你吧？你怎么在这里啊？之前没看到过你。”我说刚从奉贤搬过来。他说：“哦哟，乡下了。”那你这个上海人不正宗的，讲两句上海话听听。朋友们，人在受到极度刺激的时候，语言系统是会崩溃的。我说：“瞎弄。”他说：“开玩笑的呀，你怎么会真的说的啦？13点走了。”他就走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连锁咖啡店很满意。他们便宜、方便，所点即所得，不像某些主理人咖啡店。哎，那些店摆明了是卖给上海人，但是就连我这个赛级上海人，就有点看不下去。他们又贵又磨叽，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喝到什么。有次我不小心踏进一家主理人咖啡店，点单的时候我连饮料的名字都看不懂。我说：“老板，我想要一杯普通拿铁。”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磨叽了。他说：“那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很警惕哦。我说：“哪个便宜？”他说：“一样。”我说：“那酸一点的吧，我不喜欢苦的，酸一点。”他说：“好。”那豆子你喜欢深烘还是浅烘？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酸一点，麻烦您酸一点。他说：“那豆子你喜欢是花香味还是坚果味？”我说：“什么区别？”他说：“苦一点，酸一点。”我说：“哎，我只想要快一点。”就我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当时有点想发火，有点想骂人了。结果我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个运动相机，他在录视频。我心想他别曝光我，本人在上海怎么也算小名鼎鼎。哎，我以为这个东西是记录锻炼，保证自己有素质，怎么还能保证对方有素质？我本来骂人的话已经到嘴边了，我说我侧面好看。亲爱的咖啡师，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不过酸没有关系，我可以打包回家自己用醋调。我想这总能给我做了吧？他说：“来，我们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冈比亚。”我说：“你是不是骂人了你？”我说：“你们这搞咖啡的干嘛老喜欢盯着非洲薅啊？为什么？”他说：“先生啊，首先哥伦比亚不在非洲。”我挡住他的相机，我说：“这段帮我剪掉。”其次，我们店的特色就是有很多来自非洲的稀有咖啡豆，这款来自刚果，这款来自肯尼亚，这款来自苏丹北部。我说：“就这款苏丹北部，我苏北人，来。”他说：“您稍等。”过了10分钟，他说：“先生，不好意思，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咖啡豆它状态不好。”我说：“咖啡豆状态不好？咖啡豆怎么状态不好？他是没睡醒吗？啊，那你是咖啡师呀？你先做一杯咖啡给这个咖啡豆喝呀。”以上全是我的心理活动，我没有说，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状态不好哦，让他早点回家休息吧。那主理人老师，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呢？他说：“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店里口感很好、状态很好、口碑客人都很喜欢的咖啡豆，只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他说：“苦。”我说：“
来吧，事到如今我不怕苦，再苦能有我心里苦吗？他说好的，拿铁，稍等，给你一个我独创的拉花。然后他一顿操作里，一杯咖啡拿上来，上面一个白点。他说给拉完了，我说拉完了。哎，我说这叫什么拉花？我一边问一边接过来，手一抖，拉花没了。他说这就是我独创的昙花一现。我说。我喝了一口，太难喝了。我说好苦啊，好难喝。他说先生你细品，现在有没有一点回甘？有没有一点草本的清甜？喝完这杯之后，过1-2个小时，你将通体舒畅，神清气爽。我说这杯该不会是板蓝根吧？我说，哎，我看着这杯难喝极了的咖啡，我太生气了。我心想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啊！早知道我点不到我要点的，我就乱点好了。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就乱说。我就像那个《Manner》里面的爷叔一样，这么跟他回答。他问我你想要苦一点还是酸一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没看到过你啊？选一下产地，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哦，乡下的了。那你这个咖啡不正宗的。这是您的拿铁。哎呦，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会真的做到3点走了？我就应该这样，但我没有，因为他还在录视频，所以我说的是夏霞弄。买单，他说60，我说60，也太贵了，什么板蓝根要60，能刷医保吗？我真的太生气了，就是那种被咖啡刺客刺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下就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对他说开发票。他说开不了。因为我是 ENTJ， 我说啥意思？他说你不知道吗 ？ENTJ 我们指挥官型人格，指挥官做不了开发票这种小事儿。我说这叫 ENTJ， 这叫偷税漏税。我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发票，因为我是 INFP。他什么意思啊？我说 I need 发票。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门强。3、2、1，请锁票。谢谢门枪。我看博哥是第一个拍灯的啊，我还担心，我也不叫担心吧，我会好奇，我说，比如您一直在北方，门枪其实一直活跃在上海，他也做沪语脱口秀。你刚刚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他的口音也好，或者方言会带来一点点小的？你是讲我们乡下人听不懂的啦？哎呦，我就是担心这个，我才先拍的。阿拉作为一个老上海，我是觉得他表演非常好，就是他两个人物来回转变的，非常的这个。这叫淋漓尽致也好，非常的鲜活也好。因为我们去上海，我们这样能够看到，这确实有一些很有腔调的上海人，就是那个小态度啊，就是真的很奇妙，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他也确实有时候精致的也有点莫名其妙啊。这个确实挺好。我觉得之前说你是给这个打工人当了嘴替，这回等于是给消费者当了嘴替了。对，因为之前是 HR 嘛。就是不好意思，说两句上海话 ，human resource，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以前做 HR 可能是在公司里面观察一些我们的同事，但是我觉得做了现在就离开职场之后，我做 HR 可能是做一些人间观察，就人类的 human resource，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对我自己的喜剧有一点帮助。哦，我也很爱看文强的表演，尤其是你用上海话表演的时候。哦，谢谢。就是从你上一集说那个，你爸爸说编一编那个，就是你只要稍微有点发小火的那种，加上你的沪语，就会让他那个表演的东西会更真诚，对对对，然后感染力会更强。是，我觉得你那个 callback 让我会觉得很惊喜。谢谢。我觉得刚才门枪完成了一场特别，在我看来是挺难的任务，特别棒。你棒在哪儿？如果完全不了解门枪的话，你看到他，你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洋气的、有腔调的上海人，他应该特别懂咖啡，他就应该是个咖啡主理人。是你知道你是有难度的来上来，但你明白凭你的能力，凭你对于生活观察细节，你是能够最后把观众，包括我们几个人，给
再赢得回来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观众都是很懂喜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很真诚，我可以去打破这个所谓的一个壁垒，或者就是说所谓的难度吧，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没有问题。太好了。但我没想到你今天胆子这么大，就是你愿意用这么长的时间来铺垫，在和咖啡主理人之间的这个谈话啊，甚至都让我们忘掉之前跟爷叔的那套对话了。对。因为一般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舞台上，大家都追求快。越快越好，是吧？最好一句话你就给我们说乐了，你就让我们明白，然后你就噗，然后我就跟那儿等着，然后直到你那儿一翻出来，我听这儿哐，我这心里哐也给你摁了，哎呀，净吓唬我们。我自己也很慌呀，刚刚就是因为中间就是确实这一段就是中间有的时候如果演不好的话，后面会拉不起来。但是我觉得今天观众还是特别好，所以很感谢。其实我想讲的首先就是消费的东西。那我觉得商家可以去有自己的态度，但毕竟我们花钱的还是要对顾客做首先的交代。我会尽量在单口喜剧里面找到刻薄、冒犯以及搞笑的平衡点。演出不同我遇到的生活中的人物。照例我们要看一看挑战区的朋友有没有人会向门枪发起挑战，请看大屏幕。有2位朋友选择了挑战，那请门枪暂时来到休息区。第一位要上场挑战门枪的这位演员是这个舞台上的新人，但他其实是我们很多脱口秀演员的老朋友，掌声欢迎于适。大家好，我叫于适。我叫这个名字有些时候真的挺尴尬的，就我偶尔能听到类似的话，什么张三受不了失恋的打击，于是跳楼了。我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很远大的梦想，我想当皇上。我研究过啊，我知道帝王在出生的时候都是有预兆的啊，比如说什么红光满天啊。我问过我妈啊，我说你有没有印象生我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红啊？我妈说当时好像费翔特别红。谢谢于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很多朋友熟悉他，包括黄渤老师熟悉他，可能是来自1年1度喜剧大赛或者喜人奇妙夜，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sketch 编剧。但是很多朋友也知道他是讲脱口秀开始他的喜剧生涯的，离开单口舞台可能有3年了。今天他再次回来，我们掌声有请普拉斯。Hello， 大家好，我是单口演员普拉斯，也是 sketch 编剧和成都过载喜剧的主理人，中国相当优秀的 sketch 编剧。我23年的时候，我去了北京做 sketch 的编剧，然后我和又一轮组合的时候，然后他们玩的是一个另外一种风格的 sketch 的创作方法。可怜就是他们俩是风格比较奇怪吧，但是我能把他们写的东西把它融成一个他们舒适和熟悉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是很服务型的编剧。但有3年没说，3年没上台，这应该是我回来说脱口秀第10次上台，感觉很明显。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感受到我比较开心的一个事情。掌声有请普拉斯。自我介绍一下，普拉斯，中国最优秀的 sketch 编剧，无他，不抄袭而已。回来说脱口秀了，因为这边抓抄袭抓得比较严，3年没说了，这3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无外乎就那些：3年原生家庭，2年女性主义，1年中专学历。不出意外，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
我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脱口秀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 vintage 演员。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冒犯、讽刺、撕开自我、抨击现象。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互动相亲脱口秀也叫脱口秀啊？哎，这我也可以，我可以的。现场有没有单身的朋友？有，那边吗？有。OK， 好，你这个女生你选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啊，一起来的，还有吗？还有单身的朋友吗？第一排我就不互动了哈，我第一排就养闲人。互动可以，相亲没问题，但是脱口秀在哪里？我每次和同行聊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普拉斯你对脱口秀有太多ego，那是因为现在脱口秀有太多狗。真的嫉妒狗哥，他太火，赚太多了，但是只有我傻站在这里说，别的演员不说。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他们超装的。因为我还是成都一个喜剧俱乐部的老板，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厂牌主理人。演员太难请了，得捧着他们。演凉了，他们从来没怪自己，怪观众，说观众不懂。谁说观众不懂？你就卖20张票，我看观众太懂了。怪完观众怪城市，说我在北方演得很炸。怎么到成都就凉了？你们成都风水有问题。我说对，我们成都人有抑郁症。他还接着问，他问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刚刚演出结束，结果观众走出去说看完你的演出想死。3年没在台上演，但一直在台下演，陪演员聊创作，说我这个段子梗少，但是高级；不幽默，但是煽情。普拉斯，你懂喜剧，所以你懂我，你说说看。我说超级厉害。结果他还要追着我聊，他说但是我看过有人写过类似的段子。所以我在写的话算不算抄？我说 no， 嘘，我的哥哥怎么会抄袭呢？你只是在致敬。演出完之后还要招待，我记得全国几百个演员的喜好，谁喝美式，谁喝拿铁，谁喝拿铁不加糖不加奶。有毛病啊！谁喝拿铁他不加糖不加奶啊？是不是你啊，门枪？不是他，他人很好。我记得那么多人，我唯独忘记了季季。说起来我就来气，就是因为现在有2个脱口秀节目，人多的我有点舔不过来了，几百个皇帝我一个太监。人送外号脱口秀小辣子。大家听我的风格，其实就知道有人想杀我的。还好有法律，只被网暴过。而且我是那种特别豁达、特别开朗，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当初骂我的那87条私信，根本没放心上，全放黑名单里面。骂我骂的最多的是什么？骂我死全家，一点伤害没有，因为这是一个陈述句，我们全家必死。你们全家爱咋活咋活吧。我是不会原话骂回去的，那就成抄袭了。还有造我黄谣的，我全都看了，我看着看进去了，真的很好看，有细节，有氛围，高潮迭起，跌宕起伏，我全部截图保存收藏。骂我的那么多条私信里面，有一条我记得特别清楚，记忆犹新。他第一句话就震惊了我，他说：“普拉提。”你的血是黑色的，你这辈子只能站在别人的身后发烂发臭。首先，我叫普拉斯；其次，
坏人的血才是黑色的。我的永远是 A 型。今年决定回到舞台，我就想做自己了。这几年我是主理人，是编剧，是爱奇艺 SVIP， 一直站在很多人的身后。我觉得是时候了，所有人向后转，我要站到前面了。谢谢大家，我是单口演员普拉斯。谢谢普拉斯。哎，我也超装的哈，我也超装的。谢谢谢谢普拉斯这段表演的观众，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普拉斯是来玩的，他就是来过瘾的，纯粹的单口喜剧，开心。早该回来了，普拉斯。早该做单口了，普拉斯。Sketch 埋没你了，也没埋没，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 Sketch 编剧。Sketch 没埋没你。我们舞台又回来一个非常立体且有非常强的喜剧人格魅力的女演员。别整，别整。欢迎回来，普拉斯。谢谢，谢谢，谢谢。很开心，很激动啊！上台前特别紧张。这大概是我这3年回来10次不到的登台，对，所以特别紧张。然后完全不是因为要讲的内容而紧张。啊，完全不会，超想讲的，说要讲自己喜欢的内容，所以很开心。哎呀，这是一段好妙的脱口秀啊！就是怎么说呢？你们是怎么听懂的呢？因为都懂喜剧的观众朋友。因为明显普拉斯讲的每一条，他都可以延展开来讲一整段。他没有。我要上台我就得做选择嘛，所以我认我做的选择 ，OK 的。你做了非常出色的，也很智慧的选择，特别好。你在台上去完成2个任务，就是一个是说了你想说的，量其实不重要。对，我们能够 get 到就好了嘛。一个讲了想讲的，第二正式介绍自己。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非常高能量的，向世界宣布我普拉斯来的一篇续章，之后会有第1章、第2章、第3章，敬请期待。To be continued。对，可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哦，它能量太高了，我一下就醒了，我觉得。真的。这时候太需要一个这样的演出了。一个强心针啊！我这没想你这么猛啊！你们其实应该见过很多次，因为之前在1年1度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的那个作品，这是非常强的编剧。我不知道你当时为什么不上台呢？那时候很想做编剧，很喜欢啊，对，喜欢写东西，然后自己也想做一些成长。那时候自己选择在那幕后嘛。所以说我觉得你挺强的。我说你还有一个自己的是俱乐部是吧？哦，对，成都过载啊，这也是一个托举人的事儿。然后他完全是有站在台上很强的统治力的这种能力，啊，真是挺棒的啊！谢谢博哥，谢谢。又一次认识了你。聊到1年1度和喜人了，普拉斯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但你肯定是全勤了4季的编剧，对不对？唯一一个4季全勤的编剧。我在那边从21年待到25年，瘦了60斤。真的是那个节目啊，真好啊！谁活着出来过？这都是李岩最严厉的母亲。真的是。你太应该来说脱口秀了吧？你怎么才来啊？你太应该被看见了。就以前都是通过你其他的编剧的作品看到你，但是你真的闪闪发光啊！但其实很感谢那几年，因为如果没有那几年，我现在不会在创作上面可能让自己更进步，所以我觉得我 OK 的，很好。我觉得这几年都过得都很开心。两条路还是会都在做，是吗？我以后可能暂时会先放下 Sketch 的工作了。对，我想回来说单口，我很喜欢单口，特别喜欢。欢迎回来。那
既然是回来，那这场比赛也要有一个结果。我们请门枪和于适回到舞台中央吧。哇，已经开始恭喜了。哎呀，别！那观众会给这3位什么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首先恭喜普拉斯。门枪179，于是108，按照规则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谢谢2位的表演，谢谢。我很放松，下来之后我就很放松了，有点演到心流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很开心。也祝贺普拉斯198票直接晋级。哇！所有人向后转，我要站在前面。普拉斯讲的时候，我在下面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他这么多年经历的所有东西，在我面前像走马灯一样。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是2018年，然后就开始讲。2020年的时候，我还开了自己的一个主打秀，一直到今年才重新回到舞台上面做单口。我在台上，我觉得那种不管不过感觉是很难得的。我有几次在台上的时候。好爽！大家晚上好，我普拉斯，单口演员普拉斯。那有一天他一直有笑声传过来，他是咚，他像鼓声一样的打在你的脑子里面。你一往这边看，他们就笑；你一开口，他们就笑。我觉得好快乐。谢谢，我们也期待你后面带给大家像鲁豫老师所说的第1章、第2章、第3章更多的精彩表演。那接下来要上场的也是我们这一场最后一组要迎来 PK 的朋友，他其实来过喜丹的舞台，但是就像我们主题曲一直唱的那样。他这次要翻身，而且我觉得他的名字最适合这件事儿，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咸鱼。哇！咸鱼！喜丹3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咸鱼，来自河北衡水，现在在上海工作。第1年非常的自信。哦，没有专场的刘振东，谁见了你都觉得很轻松。然后就一轮快剪。那去年就是读了稿了，然后就通知没有那个去嘛。我觉得今年是我目前干单口喜剧到现在为止，其实是对我自己来说最适合上节目的1年，对吧？就播客的积累和线下的比赛都拿到了一个还可以的名次。我今年最期待的演员是咸鱼，最期待的老演员，咸鱼吧。只要是关注过这2年的人，他都会觉得咸鱼的进步太大了。我最希望就是说我个人进步能比第1年比得好，我就觉得算是胜利。愿喜剧之神降临在你的舞台。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感谢大家，我是咸鱼。大家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鱼，来自河北衡水，在上海打工。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他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我就走着演，咱们两边都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来参加比赛，我很直接，我想挣钱，我想挣钱，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买吃的了，我记了2个月账，恩格尔系数85，焦虑，人这2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是不是朋友们？焦虑，你说人穷可以开心，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你就不能开心，因为这2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没有调节，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哎呦，你说，你想说就说，你喊什么呀？他就给你解释，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10年经济最差的一年，但却即将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你看完，你这个难受，你都不是焦虑了，绝望，还存钱，我都不想存活了。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你焦虑不了太久。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还是刚才那老头，哎，连衣服都没换，一样的套路，突然的大叫花钱。马上花钱，因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下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看完我悟了。我还焦虑个啥呀？我消费吧，朋友们，你想，消费就是储蓄，借贷就是理财呀，浪费就是节约呀，淘汰就是晋级呀！再见。还不让走，你看这个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然后，那我没办法，只能接着讲了，朋友们，我存不了钱，我焦虑，我的消费观太坏了，我的消费观就是8个字：有钱花钱，没钱花呗。你能明白吗？我喜欢超前消费，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坏习惯。这2年意识到了，原来没意识到。当然了。养成这个坏习惯，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资本的爪牙。认识他那年，你想我才18，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开花呗。哎呦，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不是我危言耸听，今天我说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花呗，就这么厉害。你们4个就倒霉了，不好意思。怎么说的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都在午睡，他走进宿舍，说：“来，同学们，开会。”我先问大家，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对不对？生活费都不够花，对不对？有白捡的钱，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反驳他，我说不是，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是借的，得还。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因为已经凌晨1点了，朋友们，你要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没错，因为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谁要是在座的各位，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容易听进去。你看，我就听进去了。我意志力，你都别说我意志力，他说完以后，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首先，咸鱼，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花呗
不上征信。那会儿不上，现在上了，别用啊，给我打电话了，好吧？别用啊。其次呢，你按时还，没有利息。那基于以上2个条件，我希望现在在座的各位都点开通，然后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按月借按月还，按月借按月还，完死之前那个月你别还，这钱就是你的了。听懂掌声。我直接就听懂了，我在宿舍嘎嘎鼓掌。现在那巴掌都打我脸上了，我现在还还着花呗呢。人生目标是死，你知道，人一旦用上花呗，你就必须独自面临很多孤独又尴尬的情况。特别这2年，钱不好挣，也不够花。我说实话，我现在每个月有10天，整个人就处于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马某，你们知道我在云什么吧？你明白啊？没有余额，只有马某对我的信任，干什么都用花呗支付，跟朋友吃饭特别尴尬，你兜里1分钱没有，但你得抢着结账，因为万一你朋友把账结完回来，突然找你要 AA， 你是 A 不出来这个钱。不说了，听懂关花呗，谢谢大家。谢谢咸鱼，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朋友，在喊冠军的同时，不要忘了，一定要为他投票。3、2、1，不多说了，金牌战，听懂，掌声。哎呀。老师，我们现在能坐吗？您坐，老师，不好意思啊，您坐，老师，不好意思。但是这是一个由衷的，都不是敬意，就给说站起来了，是不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你看着他这么演，你不站起来都不好意思。太感动了，真的又爽又感动。不是，我就想问他有专场吗？我有啊，我有，但是可能节目结束就演到7月初。我6月12在上海有，要是各位老师有空的话，可以那个。没有，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你不来啊？不是，你一个专场那么长时间能演下来吗？这还行。我的天哪！年轻人这身体，我天哪！想给他买一跑步机，跟博哥上春晚似的。你应该给你追光那老师鞠躬我。人一旦用上花呗。感谢您，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好好说感谢你。感谢。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线下有很多粉丝，现在他们叫你鱼宝是吗？哦，谢谢您，鲁豫老师。对，太有魅力了。你平常音调会这么高吗？表演的时候？基本上吧，就是到一些地方都会用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个人不是那种强文本、强逻辑思考的演员。我觉得大家都来看演出了，你就拿自己擅长的部分给到大家一场精彩的演出，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做的。而且你其实第1季是来过这个哎呦，可是输老惨了当时。但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年，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还是靠听友们，我们做播客吧，靠听友托举，我觉得还是感谢大家。时光慢些吧，感谢大家，祝大家永远不老，感谢，真的太感谢了，我觉得还是。他以前也这样表演。别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原教旨已经不是脱口秀了，其实已经追溯到当时天桥8大怪。我呀，他是那种撂地的方式。就是在马路上，然后你开始走位，你开始操作，然后聊，然后外边你也不用跟着我啊，这最多，我也不给你添加这么大麻烦。就是他就跟这儿说，就你刚才这套，只要你在那死之前还花完那句先不说，你说好朋友们，现在开始打零钱，来哪位？哎，您给5块，您给10块，你这找回来了，有招，太有招了。这个真是没想到，是，谢谢了，这太厉害了。
哎呦，你说这咸鱼跟花呗打起来了？哎，没有，这真是兄弟阋墙了，真是。脑袋空空，然后脸巨疼笑的，感染力太强了。我说实话，我后来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就会嘎嘎乐，好神奇的一股能量。催眠啊！他好像在用棍子抽我感觉整个过程中这是。然后，但是他那个突然喊你一声吧，你也不会觉得吓唬或者一咋呼那种感觉，非常顺，就特别自然的接受你所有的情绪的到来。感恩的心，感谢有您。所以说，你说这演员呀，就是各式各样的都有，就特点非常明确。你看在台上的各式各样的，就是他们都属于有一类属于爆发型的。那付航跟感觉经常有时候就是摸着电门了那感觉，是吧？是，哇，就一下那个是吧？也吓人一跳。但是刚才咸鱼这不太一样，像那个水管突然给崩了，你知道吧？就你捂不住了，就一直在自己就捂不住它，你知道？这个确实是有这感觉吧？而且现挂好厉害哦。对，咸鱼老师，因为之前我们一块录节目嘛，是，完了之后都了解。那个时候我只是就是喜欢您。但是现在看完您刚才这个表演，我真的有点就是迷上你了。哎呦我，太感谢您了，真的有点爱上你了。我也爱你。其实我就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真的现在太好看了，就是你跟林简七直接就可以送走。不是啊，送哪儿去啊？就是不是你们就是直接就到精神病院那种感觉。哎。真的就是太好了，太有意思了。完了之后，我感觉下一个选手出来直接趴地上趴5分钟，说他在保卫地球，我也觉得不意外。就是不是太棒了，太棒！你发生什么了？就是咸鱼老师，上一次上节目感觉是就是一次大挫折吧，我觉得算是一个大挫折，然后就去学习看大家的表演，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对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开始认真的。原来我觉得我也是表演型演员，我开始认真的写自己的文本了。咸鱼老师，我有问题，我想问你多久能练成这样？我想学老师，哎呦，老师您别。哎，但是我是真的，我觉得因为你的演出完全让所有人都折服。今天但我真的是有个疑惑，因为我觉得你原来在台上也有一点那种怯怯的感觉，但你是到底哪个时刻让你再也不害怕舞台和观众了？因为我觉得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这是一个进化的时刻。这个还跟付航老师有关系，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不知道是他真的跟您讨论了，还是说他编的跟您讨论了，就是说观众他可能包括在座的朋友，他有一个这个线，你把它冲过去之后，观众就会完全的接纳你，大家就会一起进到一个更快乐的一个氛围里。我觉得我最近在尝试的就勇敢吧，我觉得就是勇敢。说的非常好，但是我真没讨论过那个。哎，没有，开玩笑。从今天开始，这话就是付航说的。可能讨论过，但是我觉得咸鱼他是开辟了完完全全独立的一种独特的风格。我太期待你后面的表演了，加油！你多多卡还有林简七，你们4个人凑在一起，真的4怪，太开心了！再给咸鱼一些掌声，谢谢各位，感谢咸鱼，感谢各位，谢谢咸鱼在大半夜给我们带来这么猛的表演，而且咸鱼触发了我们的金牌赛，也就是说他的票数至少是200票。那难题给到备赛区的朋友，有没有朋友会向咸鱼发起挑战呢？请看大屏幕。挑战是我来吧，你要去吗？我有点想打。咸鱼难接程度，咸鱼难接的程度在于，就是它余音绕梁，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导致我很难从中拔出来去再听一段，跟咸鱼的表演任何关系都没有的东西。无人挑战，我们看一下咸鱼的成绩。哇！感谢大家，感谢。214票，我们祝贺咸鱼直接晋级，请领取你的金牌。冠军！太可爱了！我应该没记错，我全程几乎屁股没有沾凳子，站着看完的。我是非常兴奋，
幸福和骄傲，因为咸鱼确实一直在跟我说第一轮是他的心魔，他一直也跟我说他焦虑做噩梦，梦见在台上没穿衣服，或者说冷场啊，被观众嘘下去这种，都梦到过。当时心里就自己念叨了一句，说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已经持续2年了，每个夜晚都是被淘汰的那个夜晚。这个喜剧舞台还会再次欢迎每一个人的，重要的是克服自己，其实是这样。只要你还爱喜剧，喜剧就会继续爱你。我现在一点也不后悔，我没有去回衡水做医生。如果真的有平行宇宙，这就是我能带来最好的平行宇宙，真好，谢谢喜剧。那要向各位说明的是，因为没有人向咸鱼发起挑战，我们这一场所有的表演就结束在这个听懂掌声的环节，好不好？谢谢咸鱼啊！感谢咸鱼，感谢普拉斯，感谢前面所有的演员奉献给我们这一场精彩的表演。那我们最后4位聊一聊这整个下半场的感受吧。虽然脑子里应该还是只有咸鱼的画面，就是真的这个分贝还是管用的，你知道吧？他把别的东西都给挤走了，这是我觉得还是越来越值得期待了，因为我们还有好多的这个选手没见到，这个对后边的演出是充满期待。而且我现在喜剧审美在改变，就是我看到有人在台上就这么使劲儿的演出，声嘶力竭的，他会把你给赢得你，然后你会被他感动。你凭什么不给他注意力呢？对，就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子付出所有努力让你笑，你就觉得特别幸福的感觉。谢谢咸鱼，谢谢普拉斯，谢谢你们。我只能说这个下半场就每一位都不是一赛道的，就咱都不知道最后怎么选出来的，就是好像不能放在一块比似的，但每一个都很出色，都很出彩。我作为老观众的感受，我在想，我一开始看脱口秀的时候是为了治愈我自己，然后寻找快乐，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今天看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又看到了别的东西，就是尤其是最后的时候，会有一种野蛮的那种生命力，这都是我觉得在脱口秀里很独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会一直喜欢脱口秀吧。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想念一下，可以吗？我说，回到了小学新生入校那天，我们被安排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有讨厌的3-8线，没有刻板印象的禁锢。语文课上，每个人都勇敢地站上讲台，分享着自己的作文。昨天我看到的不是我要当第一，我就要撕掉其他人的作文，而是你好，能借我一支笔吗？可以啊，你要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行，只要能写出字。对呀，只要你会写字，你的故事就会是5颜6色的。我昨天看到那个一起往外走的那个画面，我突然想到了那种动物大迁徙的视频，就是各式各样的动物，所有的生命在朝着一个方向一块去走，这中间有危险，有人会掉队，有人会怎么样，但是大家都在朝着一个目标本能再去做，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挺奇妙的感觉，甜的、苦的、酸的都有。就是都是一群非常可爱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今年我们相聚在这里，真的，你的努力终于要被看到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你是废物、垃圾、垃圾、废物、废物、垃圾！我说那赶紧处理我吧，森森。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在说很有生命力的选手，很有一种野蛮生长的一种状态。我很喜欢，就不管你是几岁，但是你有一种少年气，那种少年气是你有一种不管不顾的一种样子，然后你有磅礴，你有磅礴的生命力。我觉得那个状态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状态，飞扬、野生、自由。好嘞。盲盒抢金赛的第1期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的晋级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
让我们恭喜本期晋级的所有演员，同时恭喜多多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这会儿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喜剧之王》单口季新的线下巡演即将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 Standby 可以了解更多喜单巡演的信息。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7月3日起全国上映。这个夏天看小黄人闹翻大荧幕，确实这个每场比赛都各有各的精彩，新人演员们来势汹汹，魔王挑战各有结果。高手过招，酣畅淋漓。下半场的比赛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感谢今天所有的演员，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到场陪伴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谢谢大家，谢谢郭麒麟老师、马思纯老师、黄渤老师、陈如玉老师，谢谢。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今晚加餐不用等，淘宝闪购帮你省。让我看看淘宝闪购请我吃什么好吃的呢？哇，汉堡、炸鸡、奶茶，还有一张免单卡，够了，够了，真的够了！感谢够快、够好、够优惠的淘宝闪购，我去享用了，拜拜。世界很大，想去就去，向前冲，创造无限可能。三重臻萃。3D 孕妇成长没什么不可以，皇家美素佳儿。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感谢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听个段子电充好，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轻松爆梗随口来，一口维他爽开怀。感谢真茶真灵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土地有温度，美食有态度。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收工的喜剧之王，又见面。我也已经把这个整个房间装点成了多多的样子。多多 in the house。对玩手机夺冠的有一个特殊的奖励。哇！你当时夺冠，你觉得心里什么感受？他们啥也不是，啥也不是。你就说谁会是名次最高？我瞅咱们呢，都能最后再见一下。因为决赛那天我们都在这底下看。你最好的朋友是喜剧。真会整景了。如果只能做一件事，你做哪个？单口。单口不死。怎么这么就拔一下子？这个在 sketch 里面叫干拔，在哪儿都叫干拔呀。限制条件版，你比划，我来猜。咸鱼在台上自取其辱。我不玩了。噔噔噔，你能先告诉我几个字吗？我现在有2根棍儿，你知道吧？踩高跷。哎，对了。经济独立。哎，对了，是另外一个动物。鹤立鸡群。哎，对了，哇，真是怎么？这个还是这个，它都一个样，全是开花。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用喜剧点燃这个夏天。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点评活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爆梗。喜剧之王单口季线下巡演即将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了解更多喜单巡演信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盲盒抢金赛的下半场，正式开始。好，都说有剧本，我摊牌了。等一下比完赛，一个直升机直接从天而降，直接接到我，把我甩到浪姐舞台上，我就一天。怎么排最有流量？鲁迅脱下了长衫，还得给自己标一个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我之前也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是考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在北大踢足球这句话念起来有一种从夯到拉的感觉。学习了吗？我学了，忘了学，忘了还得学。妈这边红缨枪都朝脑袋扎过来了，还能来。小时候挨过打吗？没有，他们不那。首先，我们要破除对备孕的刻板印象，不想生也可以备，不要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男人，再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了。我也疯飞了，我现在。不管你是男主还是女主，
看见广告主就得给广告主子请安了。我是个超没有耐心的人，但是当他需要我充会员的时候，我就忍着，我就死死的看完那90秒广告。出去旅游去哪旅？我说陕西，陕西有什么可玩的？我说陕西有秦始皇陵啊，我得去看看那些不让手下休息的暴君是怎么死的。这场比赛，请大屏幕先为我们揭晓一下获得的票数是。哇！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不是我。排队排最后合照站最边上。我咋办？你开场唱，我干唱，点绿就响。从来就没有女生举来主角气场。你只是北京腔，我可是北京腔。没有万人敬仰，只有万人敬仰。就我自己努力奋斗。每周一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奇异化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前程无忧无忧 job 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谐音梗靠拜双关，预期再来点反转。能够吵架常便饭，就当拯救全球变暖。小人物站在舞台中央，情节够荒唐，表情够夸张。他们叫我放弃了幻想，只有你叫我喜剧之